自10月31日起，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已经进入下半场。大会将于本周末闭幕。期间举行的一场国际记者会上，面对多家美国媒体的提问，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给出了精彩的回答。日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格拉斯哥市苏格兰会展会议中心内举办了一场国际媒体记者会。Excuse me,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answer in English? Is that possible? No, sorry. 那你拿中文问我问题吧。How about you raise your question in Chinese? 谢振华的回应引发现场一片笑声。这一小插曲后，气氛也越发活跃。随后，美联社记者抛出问题称，中国总是指责美国，说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排放国。虽然拜登总统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中国目前才是排放最大的国家。曾参加过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谢振华回应称，关于这个问题，巴黎协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于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原因，国际社会早已有了结论，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无序排放造成的历史原因，这是共识。也因此，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柱。谢振华还补充道，正是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了巴黎协定，但恰恰是美方的举动阻碍了巴黎协定的实施。中美共同努力促成了巴黎协定的达成，这个签署生效。最后，特朗普总统呢宣布退出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来之不易，不能够轻言放弃。结果美国放弃了，整整耽误了整个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耽误了5年，应该追上来。我们一起合作。提及巴黎协定，值得一提的是，11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在 COP26 峰会上发表讲话时，为他的前任特朗普总统决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道歉，承认那会使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受挫。I guess I shouldn't apologize, but I do apologize for the fact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pulled out of the Paris Accords.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紧接着提问称，中国反对在本世纪内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中国又会为应对全球变暖做出什么实际的事情？对于这一明显与事实不符的问题，谢振华回应称，中方从不反对1.5摄氏度目标，巴黎协定中就包括1.5摄氏度的目标，怎么能说我们反对？谢振华指出，巴黎协定是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基于科学、基于规则，展现了最大的包容性、可达性。协定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将全球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力争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浮动目标，是现实的，是符合实际的。中国在节能、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这个交通、建筑。这个等等这些领域，应该说中国做的贡献，基本上都是占全球总量的30%到50%。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谢振华还强调，相关目标表述的是整体目标，而国别目标的确定则需要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不同国情，做出各自最大的努力。谢振华还呼吁各国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只是喊喊口号。说我们确定了目标，要确定相配套的政策、措施、行动、投资，要有时间表、路线图。说了我们就得做到，这才是真正的体现力度，而不是光有目标没有行动、没有政策，那算什么力度？原计划45分钟的记者会持续了2个多小时才结束。最后，谢振华表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完全开放、公开透明，如果有什么问题，尽管来谈，尽管来提。全场掌声响起。在这个历次气候大会上呢，我们都知道呢，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这个发展问题呢，是相互之间的这个矛盾呢分歧是比较尖锐的，这历来是如此的。我想主要的一个原因呢，首先是一个心态方面的失衡，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讲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推卸责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想呢，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下一阶段这个气候大会当中的一个焦点议题，就是损害的这个
赔偿和补偿问题。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把它称之为这个补偿责任。希望发达国家呢也是一直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的。为期2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议程已经过半，过去1周在很多议题上各国达成共识。近些年来，全球许多国家宣布了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的目标，而全球碳排放总量第3的印度此前一直没有公布其减排目标。11月1号，印度总理莫迪宣布，该国计划在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并且计划到2030年让可再生能源占到该国电力生产的1半。非洲最大的原油生产国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2号也宣布，该国计划在2060年达到净零排放目标。据 COP26 主席国英国11月3号发表的声明，目前已经有151个缔约方提交了更新版的国家自主贡献举措。许多经济体已经宣布将于本世纪中叶达到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目标。这些经济体的排放量占全球的近90%，其 GDP 也占全球的90%以上。还有呢，就是有不少国家也达成了共识，就是在减排这个甲烷方面，由此呢达成了一个伙伴协定。也可以称之为联盟，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另外呢，就是部分国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能够尽早的将那个煤炭这种最主要的一个化石能源之一吧，能够尽早的退出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用能结构。另外呢，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也达成了一个金融的减排方面的联盟，就是尽早的尽量多的能够减少对这个相关的高碳内容的项目的这个支持。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挑战依然存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首周达成的每项声明和协议都没有覆盖到所有的大国。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各国政府集体做出的减排承诺不足，没有达到科学家认为的避免全球变暖最坏影响所需程度。而大会第2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当地时间周一，谢振华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议程已经过半，各方仍旧坚持各自原来的立场。本周开始要通过部长级谈判，从政治政策层面努力消除分歧，找到各方的共同点。因此，本周的部长级谈判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针对有些国家提出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温控目标定在1.5摄氏度，谢振华认为这就是当前谈判存在的难点之一。他表示，巴黎协定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且尽可能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取得了各国的共识，体现了巨大的包容性。中方不希望在此次会议上因为目标重新设定而进行谈判，产生分歧，耽误了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目前来看呢，这个信任的基础呢，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薄弱。另外一个在从这个行动上来讲，发达国家呢有一些不好的这个历史记录，包括这个兑现承诺方面，像在此之前的这个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的承诺，36个承诺的这个国家，实际上真正达成目标的也只有9个。那么在这个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也是口惠实不至。